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，像一键开启追捕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。从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，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，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，像一段 MV，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。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，那都不是主题，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，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，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小情绪，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，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，宠你的纵容着你的小脾气，追逐着有你的镜头反复回看在心里。荣耀80系列 AI Vlog 视频大师邀您观看精彩剧集。好吃又好玩，奥利奥邀请您观看《爱的28定律》。无糖零卡劲爽好喝的百事可乐无糖，邀您观看《爱的28定律》。我妈当经理那会儿，这货款期都是半年一结的。你瞎说什么呢？10年前就已经是3个月了，好吗？现在大的供应商都是半个月一结。秦少爷，咱们不是连锁托拉斯，咱们就只是一个7、8个门脸的小公司，好吗？老婆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就我这智商吧，真的当不了这个老板。这公司交给我，迟早得还，还是你最合适。不是，那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是打算不上班，在家游手好闲啊？你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？老婆，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些话，就是对我们男性的一种侮辱。这物质财富不是衡量男人成功的唯一标准，经济责任也不应该全由男人来承担。现在提倡男女平等，是不是？只有适不适合，他没有应不应该。有什么样的能力，就过什么样的日子。你这话都哪儿听来的呀？老婆，这是大势所趋啊！像你这样的人，天生就应该坐在这儿运筹帷幄。我虽然还没有找到我自己的定位，但我一定会努力。就实在找不着，我就在家里面洗衣服做饭，给你当好贤内助。唉，或许这就是我的使命。宝贝，我这就回家给你煲汤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我不是律师，我怎么帮他？我知道你不是律师，但是你脑子好用啊，智商高，思路清晰，最关键的，你们俩是共犯。啊，说好听点，就是利益共同体。所以你多给他出出主意，总归是好的。秦氏现在在律所的处境并不好，他的对手可不像我这么会讲道理，他要仗着以前那点小聪明。我看过不了多久就得跌下云端，摔个粉身碎骨了。小胖子今天发挥的怎么样啊？普普通通吧。你呢？工作忙吗？普通的一天，
普通级别的焦虑，普通级别的压力。今天你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是我妈对于婚礼还是有期待，所以跟你们家提了好多要求。什么味道的？巧克力。可以吃一口吗？当然。你这最近变化很大呀，动辄做饭3菜1汤，现在还有零食吃，这都在4500的范围之内吗？你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我妈那边我就跟她说一下吧，争取不给你们家造成那么大的经济负担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秦氏不爱听别人说教。我没让你跟他说教。你别看他平时又拽又酷的，他这人弱点很明显。你只要给他一点甜头，就能牵着他的鼻子走。他这家伙心思重，压力之下很容易出昏招，所以你得让他放松。疼。疼了？还行，就这样。没想到你还会这手。无聊的时候在网上学的，平时帮我爸妈按。你这个肩膀很硬啊，你平时要注意啊。职业病。你呢？现在已经顺利到了11楼了，工作压力是不是更大了？还行吧，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同事之间呢，关系处得怎么样？哎呦，就是都有点骄傲，自带高冷属性，其他还好。没有李诞那样的对手了吧？李诞辞职了，还挺突然的。他也是说辞就辞，干脆利落，毫不拖泥带水的。挺佩服。那你呢？有没有什么行动计划呀？哎呦，我能有什么计划呀？你不是要去11楼闹革命吗？那个呀，你要从长计议。我这个人最擅长随机应变了，你知道的。也对，但是我觉得呢，你还得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万一要考虑到行动失败呢，那你是不是得有个完美的撤离计划，这样才能可进可退啊？你觉得呢？糖分太高，果然容易让人犯困。今天早上我妈打来电话，说她完全撒手不管了，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，唯一不变的就是要满足她对婚礼的要求。我想了想，婚礼的事情可以交给梅梅，她是做餐饮的，人头熟，应该可以拿到不错的折扣。这是我妈唯一的要求，我就没好意思拒绝她。你放心，到时候婚礼的钱咱俩1人1半，不用你完全负担。好啦，你不要太有心理压力。来，其实呢，这也满足了我妈所有的期待。还有啊，你想要个怎么样的婚礼啊？我其实对于婚礼没有期待。你想啊，我们家
我爸加上我2位哥哥，我们家已经结了5次婚了。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，已经完全超标了。我就不想再去凑热闹了。而且他们婚前婚后的生活我也都看了，没有一点是值得我投身婚姻的，所以我怎么会期待自己的婚礼呢？我有礼物要送你。我看财神平时老是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所以就给他找了个伴儿，好事成双嘛。我本来呢昨天就想给你的，结果太困了睡着了，幸亏他生命力顽强，没被憋死。为什么突然送我礼物啊？我升到11楼，你功不可没。我想了好久呢。我想呢，你这个人清心寡欲的，也不知道送你什么，只好从财神下手了。来取个名字吧。就叫他寿星。我爷爷要是还在世，都会比你洋气一些。那你来咯。我想叫她仙子。雄贵啊，为什么叫仙子？因为她漂亮呀，漂亮又不分男女。你要是漂亮，我也叫你仙子。我为什么跟乌龟比啊？众生平等啊！你要是觉得不公平呢，你可以叫我一声仙女，你叫一声听听。仙女。又被你套进去了，真乖，让你教就教。上班喽，仙女上班。我来收拾。谢谢。杨华，你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完美的丈夫的。筹备婚礼的事交给你了啊，觉得你一定可以做好的，有你在我就放心了。那样，加油哟！给你点个赞哟，拜拜。财神和仙子也挺配的。小诗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悦华酒店的餐饮部老大已经刚才打过招呼了啊，周末肯定是没戏，但是周五没问题，你挑一个周五吧，哪个周五都行。这个不归我管，你去问杨华吧。那你再说一下是哪几个日子啊1号、8号、15号，你挑一天。8号、15号。8号是蓝筹股，市盈率合适，从事新能源开发。8号吧，我觉得8号挺不错的。行，那就8号定了啊。哎，那你今儿干嘛呢？你今儿赶紧过来看看场地，试个菜吧。试菜？啊？这个婚宴的价格呢，一共有3个档次，6999、8999，还有12999。咱们今天试的是12999，就是这个档。哦，价格的部分您放心，已经打过招呼了，定价7折。还能再便宜一点吗？阿姨，您看咱们这个酒店呢，它这个宴会厅啊也有3种，
小的呢能容纳150个人左右，中等的呢大概300个人，大的宴会厅是500个人以上。对，叔叔，你看这个户外啊，我们这边有草地、露台，到时候搭个帐篷什么的，如果想要户外的婚礼也是可以的。对，不错，环境还蛮好的啊。对，主要是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啊。那这边我们再进去看一看，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些布置什么的，可以参观一下啊。我查看了您去年做的一些企业并购案，您用的是加拿大公司合并法的第51条，一般人都会用第47条，您为什么会用51条啊？您当时是怎么想的？您能跟我说说？秦律师啊，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，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，行吗 ？OK， 来，我们开始吧。喂，哎，你们家那大师是不是也太抠门了呀？啊，这婚庆价格打7折，包含所有的饮料，还免了服务费，就这样他还给我挑一个最便宜的档，完了还跟我说什么不杀生，活鱼活虾全都不要，海鲜也给我退了，最好吃全素。哎，我就问问你，你吃过全素的婚宴吗？我看他爸妈也不是小气的人，他怎么那么抠呢？完了还跟我说参加婚礼的人不多，小的宴会厅就行啊，什么婚庆公司4大金刚全都不要。哎，我就纳了闷儿了，那结个婚，婚车都不要，怎么着？让你自己开车去结婚啊？我跟他说了，我说这结婚就一辈子的事儿啊，你不要做这个让自己后悔的事儿，免得以后遗憾。你猜他怎么跟我说？婚礼只是一种仪式，用来告诉亲朋好友们两个人从此建立了夫妻关系。奢侈的婚礼并不能够代表婚姻的幸福，多大的钻石也代表不了爱情的硬度。浮夸的婚礼是一种假象，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花多少钱。你说说，有没有人啊这么说自己婚礼的？就他清高，就他明白，就他正经，别人都是虚荣浮夸假惺惺。梅梅，婚礼这件事儿呢，我听杨华的，反正食材都是你提供，你就帮个忙，给个成本价呗。不是，秦小诗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被他洗脑了？那这会儿就是应该男方花钱的时候，你替他省什么钱呢？因为我们俩已经结婚了呀，这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懂吗？他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以后这些事儿啊，你就不用问我了，一切都按杨华说的算。行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啊，我今天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，我就把话撂这儿了。你要是坚持这么做，你就等着后悔吧你！我到时候把后悔俩字写你脑门上。嗯哼。来，喂。合生元奶粉激发内在保护力，宝宝皮实有活力，妈妈操心少。合生元邀您精彩继续。这个卷是不是太卷了？这个是，哎，怎么样了？网子开拍了吗？大哥，没呢，换衣服呢。还换呢？啊，看来够认真的啊。你别碰！哇，帅死了，真好看。情诗，我说什么来的？我是不是说你穿婚纱好看？哎呀，老公，你看呀，像天仙一样。情诗衬上婚纱是不是漂亮死了？果然还是马靠衣服，人靠鞍。怎么说话？幽默就是。哎呀，你今天这么一打扮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这还是当年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嚷嚷着不要当我妹妹，非要当我女儿的小丫头吗？这么快，你也要结婚了？我这心里面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杨华，结婚那天陪他走红毯的人不是我，所以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。你身边的这个女孩子是我的妹妹，是我最亲的人。我看着她出生，看着她长大，陪着她经过了生命中每一个最重要的时刻。
她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妻子了，要跟你一起风雨同舟，白头偕老。所以我希望啊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你能够敬她，爱她，为她挡风遮雨，对她不离不弃。你们既是爱人，也是良师益友，能答应我吗？哥，我可能做不到。啊？杨华，说什么呢你？我们这都跟你客客气气的，你倒是不客气啊！真以为领了证就万事大吉了？秦师，哥哥们都这么优秀，你找这么一位啊你？我的意思是，为秦师遮风挡雨，我做不到，因为秦师比我优秀的很多，她是我所见过的女性中最聪明、最优秀、最有担当、最勇敢的人。我只能做她的益友，而她就是我的良师，能够跟她风雨同舟，成为她的伴侣，是我的荣幸。你没喝酒，这么会说话。说真心话不需要喝酒。好。我再去试几身衣服吧。走，我陪你，走。跟上！哎呀，我跟着你，在你后面呢。人来了！哎，奶我呀！奶了！哎呀，你这往哪儿站呢，姐姐？诗诗，小诗要不要帮忙啊？磨磨唧唧的。秦诗，要不要我进来帮你啊？你把游戏打完好不好啊？再打。要不要帮忙啊？杨华，这默契啊！哎呀，今天这俩人真的。秦诗，杨华。哎，这都没用。人呢？欣赏看过希望方向是不停的成长，爱的迷茫，爱的力量，爱的痛痒，选择遗忘，选择凝望，目光是内心的真相。你就这么走会不会不好交代？那怎么办？你也看到了，梅梅拿了那么多套衣服，我真的来不及了。而且你不是本来也不想拍吗？我是觉得他们不会轻易放弃，今天不拍，以后也会没完没了。而且这么漂亮，不拍照有点浪费了。真的吗？那现在回去，肯定是全员批斗。跟我来，笑一下。好，可以交差了，走。你最近工作上顺利吗？还行啊，我等会儿还有会，把你放在地铁口可以吧？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，尽管开口。你能帮什么忙？秦诗这个人啊，最硬的就是他的这张嘴，必要的时候你就得戳破他，一点面子也别给他留。他绝对不会在别人面前示弱。我呢，最担心他一个人死扛。就怕最后死得捞都捞不回来。至少可以帮你出出主意。你总不能一直在资料室工作吧？你怎么？一般律所合伙人有变动的话，网站都会及时更新。我没有看到你的。好了，不用再说了。首先呢，我要谢谢你对我无孔不入的关心。我承认你很聪明，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天才。你学过法律吗？你懂怎么做律师吗？如果没有，那依据什么觉得可以教我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？我只是以为你会希望尽快达到你的目标而已。杨华先生，我呢承认，对于婚礼我们家的要求有点多，
我已经在尽量减少了。相信我，不是只有你想尽早结束，我也想。秦律师，有时候并不是非得一个人去完成所有事情，懂得求助是一种能力。谢谢你告诉我。我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一定会告诉你的，好吗？可以了吗？你去哪儿？地铁站。行，这样，麻烦你待会儿帮我找一个档案案例，就是去年3月那个职务侵占被告叫赖振兴的，谢谢啊。听着呢，哎，秦律师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有时间吗？陈律师，咱们今天的例会还是下午2点对吧？我们案例讨论改线上了。哎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个人怎么样了？他呀，还在管理档案呗。还没案子呢。你至于那么开心吗？至于，当然至于了。你知道叫什么吗？这就叫路不平众人踩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哎喂，胡总。哎，您好，我小秦啊。我呢，现在调到企业部当律师了。您以后有什么可以联系我啊。史先生。哎，您好，我是。好嘞，那我差不多10分钟左右给您回过去。小诗，哎，好嘞啊。小诗，哎，这一眨眼人怎么不见了呀？小诗啊，你是喜欢羊毛被子呀，还是喜欢羽绒被子呀？都挺好。哎呦，我这是给你买嫁妆，好不啦？哎，您看看这个羊毛的，这是澳洲。妈，我在发工作微信。哦，全天下就你有工作，对不啦？哎呀，结婚照就不好好照，让你来买个东西，你看看跟求你一样的。我工作电话特别重要，妈，不行，好好挑。我觉得这条被子就不错，你看特别软，这个我喜欢。对，哦，这个花。哎，妈，我这个特别重要，真的特别重要。您买吧，买什么都行啊。我先走，我这边特别忙，真的得走。爱你。好了呀，走吧。这是您要的资料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我现在就在资料室。我听说您也是华政毕业的，也是我大师兄呢。那个我刚来11楼，您以后有机会可以带带我，教教我。哎，正好下午2点有一个案例讨论会，要不你一起过来看看？好呀，我有空。这个呢是案例资料，你先看一下。好嘞。我看完资料，我觉得这个谁要喝咖啡？我喝黑咖啡。喝茶就行。我老规矩 ，espresso double。我喝水就行，谢谢啊。我去买吧。谢谢。哎，红宝石的奶油小方是有兴趣？奶油不喜欢，我还是喜欢阿芙瑞的巧克力。就你洋气。唐总呢？哎呀，我吃不了甜的，那个要是有蟹壳黄的是可以的。陶律师，我就不用了，谢谢。 OK，
那就2个奶油小方，1个巧克力和2个蟹壳黄。辛苦。刚才我说的发散思维，我觉得是有点啰嗦。秦律师，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有什么看法？我能有什么看法？他们一个个都精准点单，有些外卖还不送，要我去人肉跑腿。好啊，我去买了，买完了以后回来，例会都快结束了，一个个还假不惺惺的问我说：“秦律师，你对这次会有什么看法？”我能有什么看法？我唯一的看法就是，美式就是意大利浓缩加水，为什么定价比意大利浓缩加水要贵？说完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我喝杯水还能再骂一轮。那如果还让你去参加，你去不去啊？我当然要去了。每周1次的案例讨论会说的都是精华，都是干货，我为什么不去？那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？我错在哪儿？如果我真的有错，那就是说明我这个人脸皮太薄，教养太好，太好说话了，相信什么同窗之间有真的友情。不对。你告诉我，我错在哪儿？我觉得这是你的问题啊，我又不懂法律，没办法帮你出谋划策。关了。小气鬼，哼，还记仇，记仇，反正你也什么都不懂，讨厌，臭莲花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要干什么？哎呀，结婚，人家都说了3遍了。你看看你，我就跟你说吧，你没事多吃点银杏片。哎呀，老周，你嘴巴怎么那么刻薄呀？好了，上次住院没把你的病看好。哎呦，小杨，恭喜你啊！女方是做什么的啊？我太太是律师。哦，哎，蛮好哎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律师好啊，现在打官司的人老多。这律师啊，老吃香了，蛮漂亮的。你看，哎，我儿子跳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以前那个老板，就因为挪威那个事儿嘛，破产了。我儿子现在又找了这个老板，也是个大老板，胡平。胡平，你知道啊？那太好了。哎，我儿子从他大老板那儿批发了一条绝版独家内部消息，要不要听啊？真没劲，你这人吧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不会搞气氛。算了，新能源智联城知道吧？我给你只股票，你没事研究研究。别给别人说啊，就咱们俩，咱敲他几个涨停板，怎么样？没兴趣。哎，听说了吗？秦律师最近的日子可不好过了。果然，企业部的律师都是魔鬼啊！秦律师一定要顶住。唉，出来混，早晚是要还的。白我干嘛？他之前也没少折腾你们，不是？对啊。对，你们说的对。到了。走吧。2张机票去吉林的。是那个换业公司的案子要开庭吗？是啊。能不能带我去啊？这个案子我熟。你？对，所有资料我都看过了。你能喝酒吗？酒。2斤白酒行吗？这个有点超纲了，开庭干嘛要喝酒？你连酒都不会喝，我怎么带你去东北打官司呀？你以为我带老铁去干嘛的呀？啊，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咱们东北分所招人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要看他的酒量怎么样，明白没有？啊，对了，这个合同呢，今天帮我发走，机票别忘了是头等舱啊。知道了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呢？
我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在我这儿挺横啊，在别人面前怎么怂了呢？你不要案子吗？我这儿有案子，你要不要？你真能给我案子？能。什么条件？跪下来求我。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，陶俊辉？我不至于为了一个案子这么不要脸。你刚才那么做就要脸了。你是一个律师，一会儿帮人买咖啡、订机票、买蛋糕的，你干过一件正事吗？你看看你现在上岗这样子，像不像一只舔狗啊？说什么呢？对吗？这才像你嘛！你能跟我说不，也能跟他们说不。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让人使唤吗？你以为我愿意为了一个案子这么求爷爷告奶奶吗？你不愿意，别人逼不了你，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放低了。你连你的权益都维护不了，你怎么去替别人维护权利啊？怎么当一个律师啊？哦，我喝茶就行了。我喝水就行，谢谢啊。我不用了。我是觉得，我看完觉得这个案子重点，我去买吧。哎，陈律师，咱们今天的例会还是下午2点对吧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马律师他们出差了，我们案例讨论呢又改线上了，你还是不知道吗？一会儿帮人买咖啡、订机票、买蛋糕的，你干过一件正事吗？你看看你现在上岗这样子，像不像一只舔狗啊？合同呢，今天帮我发走，然后呢，机票别忘了是头等舱啊。你连你的权益都维护不了，你怎么去替别人维护权利啊？怎么当一个律师啊？那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啊？这点不好叫车，我送你们呗。这合适吗？情侣是盛情邀请，怎么不合适呢？走，那好，那方便了。老沈，你先上。谢谢小琴啊。您别这么客气，慢点啊。谢了啊。我给2位买了咖啡，还有奶油小方。哎呦，瞧。哎呦，还是说女性比较细腻啊？啊，真周到啊！小青啊，前途无量啊！您就别夸我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还挺香啊，这咖啡豆。啊，不错。卡布奇诺。没事吧？哎呀，你看前面，你看这路，别回头。你也是，你抓牢点。我也想抓牢，这开车开成这样，我怎么抓？
这个我周三啊，可是错过了好几次例会。那话不多说了，开始吧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忙了一上午了，饭还没吃呢。楼下新开了一家汉堡店，据说套餐还不错。有没有谁没吃午饭呢？那我必须得尝一下。有咖啡？不用了。谢谢，我也不需要。那就2份汉堡套餐，1杯咖啡。秦律师。我也没吃，那我也1份套餐吧。秦律师。啊，1份套餐够了呀，你赶紧下单吧。我听说那家店特别火，排队都得排半个小时。抓紧时间吧。关于这个并购案，谁有想法？那我先说我的吧。我这边的调查结果是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散会。老马，外卖怎么还没到呢？啊，是不是不想干呢？秦氏和陶俊辉2年前之所以分手，是因为陶俊辉的妈妈觉得秦氏的家庭背景比较混乱，她偏执地认为说离异家庭长大的孩子一定不懂爱。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实际上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欧美国家经济条件更不好的人，他更容易离婚，他们的子女也更容易离婚。但如果我们控制了经济、学历等背景，我们会发现，其实父母离异与否跟孩子会不会爱人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。一个从小父母双全，父母双方都很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并不意味着这孩子长大以后就一定善于处理亲密关系。因为有的时候他被爱得太好的时候，他没有需求，他没有需要说我需要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去获得爱，甚至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别人给我的爱都比不过我的父母。另外一方面，可能爱得太过于满足，反倒不利于他学会什么叫给予。他从小就习惯了父母身上获得爱，把获得看成一种爱的表现。那么反过来讲，单亲也并不等于说没有人爱你，因为在单亲的家庭中，可能少了爸爸或者妈妈其中的一个角色，但是还可能有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这些其他的角色补充进来啊。那就算不是单亲的家庭里，我们还有所谓的上儿式育儿呢。那实际上你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有一个人能好好的爱你，你又能够学会去给予对方，让对方也很快乐，其实我们就能学会爱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，要回到这个人本身，更具体的去了解他，而不是带着原生家庭的刻板印象去评判他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处理好情感关系，我们看他在过去的关系里有